年前跟过年后，我都有订了一些包裹。然后今天跟昨天这2天包裹就像雪片般啪轰炸我们家管理员，所以我刚刚就是去领了包裹，可以跟大家一起开箱这些东西。这一期呢，全部的购物内容都会是保养，还有衣服、鞋子等等。那生活小物的话，会分在另外一期的 vlog 里面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件是这个 Mirq 的包裹，这个是他们跟婷婷联名的上衣。我大概是在元旦假期的时候发现官网补货了，然后我就赶快下单，但也是等蛮久。那时候看是现货，大概1月3号、1月5号下单的。我这件包裹大概是1月30号收到。但是因为中间有货源关系吧，我也不知道。而且写是鸡窝里面，对，就是鸡窝里面最期待的是这件的灰黑色。后来灰黑色断货了，所以我只有拿到咖啡色。我跟你们说，我那时候就是想说不要花钱买太多东西，所以我就在灰黑还有黑色之间觉得超级无敌爆炸久，真的觉得很久。结果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买灰黑色，所以我就没有买黑色，就我灰黑就给我断货了。但我现在又有点不想要单独一件下单黑色，因为这样就要再付运费。算了，就当帮我省钱吧。虽然我真的是觉得那个灰黑色是我整个包裹里面最想要的东西，可恶！这个叫日系剪印图形高领上衣。我觉得它的质感还不错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比较就几百块的内搭，很容易买到那种就是穿起来也觉得刺刺的。但我现在就是翻它里面这样摸，我觉得它都是那种有点滑滑的。然后我原本以为它是那种很薄很透的那种，虽然它好像也是有一点点的透啦，我从里面是可以看到外面的光线，但是它的透度已经比我想象中的厚，质感比我想象中的好。颜色的话，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咖，那么的黄橘的感觉，比较偏灰灰咖咖的颜色。对，好像跟我现在身上这件蛮搭的如果2件叠穿的话，等一下好像可以试试。第二件是这件叫做复古 logo 高领长袖上衣。可恶，我就是想说，我已经有买那件灰黑了，所以我剩下就是买咖啡色系的，跟我的衣橱比较搭。结果灰黑断货了。这件的质感也比想象中的好很多现在就看这个拉链上升之后会不会刺我的后脖子了。它是就是一件式的，但是你后面这边有一个拉链可以打开。我觉得这系列的质感都很好比平常我拿到 Mirq 的质感还要再更好。很喜欢，好像都滑滑，因为我很敏感，超爆敏感的，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粗的话，我就会觉得身上有东西，所以通常这种几百块的透肤，我是会有点犹豫要不要下单，这也是当初我没有第一时间下单的原因。但我现在觉得还不错，只是它这个黄就是比较，真的是比较复古，比较有个性的感觉，所以可能要看一下要怎么搭，我不确定好不好搭。它的元素就是有，比刚刚这件2件比起来，这件好像就是比较偏灰的感觉，然后这件是真的比较偏黄、偏棕的那种咖啡色，然后里面有黑色的元素，很像锁链的感觉，所以这件有一点点小奢华的感觉，然后这件就比较日系美眉的感觉。这件就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是透肤的，而且它的透肤是有一点弹性的我觉得很棒。因为对这种就是比较便宜的透肤，你有时候都会担心它穿很像纸，然后穿上身就是硬硬的、刺刺的。但这个
件手感摸起来还蛮棒，然后它是有弹性的。这件叫做几何轻柔网纱小高领上衣，这件我买 S 的。这件好像当个洋装的内搭，那种细肩带洋装的内搭会不错。最后我还买了3双袜子。其实这3双袜子我也是心脏有点紧张，因为平平连领它都是做这种蕾丝款嘛，然后我之前在淘宝买过这种蕾丝款的袜子，都是差不多的价位，然后很刺很痒，所以我真的只有在特殊拍照的时候我才会穿那些袜子，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跟大家推荐过那些袜子。哦，就是黑色的。那袜子我就是觉得，很少看到台湾的网拍有出，然后搭在那种开叉的裙子，有时候你会觉得露出腿很不好意思，所以我觉得搭配这种黑色的，或者是咖啡色的丝袜好像还不错。看，我现在摸起来就是手伸进去摸，我觉得是一样是跟那个内搭一样，是滑滑软软的感觉，是没有到超级柔软啦，但是不会刺。好像还不错哎，而且它的表面很平，没有我想象中那种很容易勾纱的那种感觉，是比较平的那种蕾丝。然后这是一双一模一样的，但是是咖啡色。我之所以买2个颜色的原因，虽然它们很像，但我觉得当你在适当的时机搭配适当的颜色，这就是你的穿搭细节。没错，所以我就都买了。好险，因为我包色，所以我超级怕踩雷。最后一个是分趾袜，我刚那个的名字叫做柔软细致体花膝下袜 ，FYI。再来一个分趾袜，我觉得这好像真的要就是实际穿了才知道，因为这个就是比较像纱一样的质感。但我觉得，因为它拍照的那个造型感好像还不错，而且。我之前在薛下屋，就日本薛下屋有买过一些，也是这种就蕾丝，然后上面有绣花的袜子。但我觉得这个绣花真的很挑，有些会给你混的比较亮一点的颜色，然后整体搭起来会比较俗气一点点，也不能说俗气，可爱一点点，真的是可爱。因为在我现在这个年龄，可能不太适合太可爱的花了，所以这种我觉得。所以我会挑这一双，是因为它的花看起来蛮高级。第2包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毛梗的包裹，超快的！我今天是礼拜3，我礼拜1下单，礼拜3就收到了，超级快速的。我总共买了2个头套，然后跟一件咖啡色的裙子。这个头套我从就白痴公主跟他们当那个封面人物的那一期，我就有看到他们的形象照有带，然后我就超级期待的，所以我2个颜色都买了，因为我真的看太久了。噔噔，第一顶是灰色的，它的头套的好处是，今年我看很多日牌啊，它的头套会做是一体式的，所以你戴上去的时候可能就会沾到口罩的妆。我现在没有镜子耶，照一下我电脑荧幕。怎么办？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荒唐呢？我头太大了吗？不可能！我看它回头很好看哎，是我的电脑荧幕看起来不好看吗？好看吗？不可能，大家，为什么我觉得有点紧？是我头太大吗？虽然，就是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别人就是说我头大，但是还是我扣第2个就好，我看一下。
感是很好的，就是非常的亲肤，然后非常的软，而且很厚实。哎呦 ，I don't know， 还是要穿吧。绿色也很可爱啦，然后也是有一个这个。那我现在穿咖啡色，戴绿色一定不会好看。戴绿色，一定很像圣诞树。好了，我等下去研究一下，再跟大家报告。没关系，我还有第3样。OK guys， 我振作了。我们继续开包裹。第3样，跟你们说，第3样很夸张。我就是早上其实忘了要抢毛梗新品这件事情，然后我已经确定我要买头套了，但是就是剩下还有一些东西我还在纠结，包括这次很让我纠结的就是那件提花的衬衫，我还没有买，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像的东西了。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这件裙子，我也在犹豫我到底是要买咖啡色还是白色，因为我觉得白色好像搭配那种亮色系，像紫色啊、粉红色会很可爱，但是我好像已经有2件白裙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到那么的必要。所以呢，当我大概在11点的时候打开官网，就看到哇，这个咖啡色只剩下6件呢 ，S 号只剩下6件，我就决定 OK 不管了，我没有要买 S 号的意思，我没有买白色的意思，我就是要买咖啡色，要抢。跟你说，是不是大家对于限量款就是有莫名其妙的依恋？这件裙子我看大力穿156穿，好像长度是蛮长的。等一下可以来穿给大家看。我现在稍微比了一下，确实是有到脚踝。觉得它很可爱是这个抽绳。其实穿这种裙子有的时候你根本就裤头就盖住了，所以你也就是抽绳的部分就是坐着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舒适。而且它抽绳做的质感还不错，包括它的尾巴有这个金属，然后它这个金属我觉得很漂亮。这个金属我觉得很漂亮，就是这样子压，平行的压，然后就可以调节，觉得还不错。我没有注意到的是它的侧边口袋是这样，我那时候在看官网图没看出来，它侧边是一个大 U 型，然后是这样从前面绕到后面。这件的质感，我觉得介于休闲裙跟西装裙的中间，就也不是棉质，但好像也没有西装那么的硬挺。它像这样包裹寄过来有折痕嘛，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可能要稍微烫一下，但感觉看起来没有很难烫。现在看起来是不错的，哦，好酷哦！然后它的开叉其实是开在就是前面的中间，我原本以为它开在旁边诶，但它开在前面的中间。哦，那这个搭配刚刚那个咖啡色的丝袜，说不定也会很可爱。好啦，成功的购物这身裙子。第3个就是这个 Visha 的小白鞋。其实我不确定这个要怎么念，一定不是我现在的念法，因为它应该是法文之类的。这小白鞋是我男朋友情绪勒索我买的，因为他就说他想要情侣鞋，但是他又想要买鞋子，所以是不是就代表我也要买一双呢？这一双一开始我是看我妈穿，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但是因为它价格比较高，所以我就一直犹豫不决。涨价，其实我已经开起来穿过了，它就是我是买今年冬天的限定色，就是后面有这样，然后是这个橄榄绿的颜色，给大家看2双。我这一双的名字叫做 Campo Chrome Free， 然后我的尺寸是37号。这个鞋型的特色就是这边会有金色的它的品牌名称，然后这个颜色是今年冬天卖完就会没有的。我原本其实在光滑亮面皮的那一款跟这个做抉择，因为我觉得亮面皮它的这一条从上面
面看的话，还有从侧边看的话，这一条会比较窄一点，其实看起来会比较优雅，然后比较淑女一些。但实在是我穿上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的身高158公分，穿那种扁平的鞋子，比较扁的鞋子，鞋型没有那么的好看，反而是穿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高度的，不管配宽裤或者是配牛仔裤、窄管牛仔裤，都比较好看一些。再加上，其实我一开始锁定的是红色，但我到了现场我就知道，不能买红色，因为第一个它单价比较高，所以你会希望它比较百搭。然后红色其实有点挑穿着，你如果今天穿绿色的，可能不一定那么适合。虽然我下一双还是你知道会想买红色，对，但第一双的话可能会想要买一个百搭一点的颜色。然后第二个选择其实是黑色。但是呢，店员就拿了这双给我看，然后我男友就说：“你好适合这种灰灰然后糊糊。”他说：“你很适合这种糊糊的颜色，感觉糊糊的，然后看起来对比没有那么的高，就是比较灰一点，饱和度比较低一点，彩度也没有那么高。”他说看起来跟我的脸很适合，我整个脸就不是那种很适合黑与白那么亮色的感觉，没错。然后我男友其实也有试穿他秋冬限定色的杏色，但杏色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的有品牌特色，所以我后来就是选择橄榄。这双我是在巨蛋购入的，现在你们看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折扣了，但是以后如果你们有想要买这一双的话，其实是可以锁定这种折扣时候。好像是过年吧，它有95折以外又折扣500的活动，所以买下来是4800多，这样子的价格其实我在网络上还有我健看马黑团购，我比较下来这样子已经算是非常划算的价格了。我之前也有在台南的星光3月周年庆看，好像周年庆这样打折下来，顶多打个95折，然后再看百货公司有没有满1000送100的回馈活动。但我觉得像这样直接现金折抵，然后又有打95折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同时就是买2双嘛，当下店员就说我们可以申请会员，会员就是以后购物就985折。这双的原价是5580.0.85等于4743，比我购入的价格还要便宜耶，所以我觉得可以揪团揪朋友一起去买，没错。很喜欢这双，买来之后我就觉得不管我穿什么样，跟我的衣橱很搭啦，真的就像我男朋友说的。我本人就是很适合那种糊糊的颜色，然后我的衣服也都是糊糊，其实就是比较温柔、比较模糊的那种感觉，很喜欢。接下来开箱一个小的包裹，这个是 MySoul 他们家寄给我的。我觉得 MySoul 他们家的风格就是很适合那种今天你要跟姐妹去咖啡厅的时候，你适合可以带的。当然，我这次挑的是一个项链跟一个戒指，然后都是挑非常基本的款式。戒指是这样子的，就是有点像太阳感觉的。其实我特别喜欢把戒指戴在大拇指，因为我的大拇指就是比较短，然后戴在大拇指有时候会觉得手指看起来会比较长一点，然后可能可以再跟其他叠搭。MySoul 他们家最神奇的就是他们都是标榜厚度金，然后好像就是他们的金可能镀的比那一层比较厚吧，因为我有2次不小心把他们家的项链带去洗澡，然后我在洗的当下就觉得死定了，我死定了，这条项链毁了。结果出来之后发现，好像就是还像新的一样，好像完全没有什么受伤的痕迹，也没有就脱漆，我觉得蛮厉害。我使用了他们持续使用了2年，然后它目前都还没有受伤的痕迹。它的价格也不贵，所以我觉得还蛮 OK 的啦。这样，这是一个小小的钻，我是
些像爱心啊，或者是比较大颗一点的那个项链来做叠戴，或者是如果我今天穿衬衫，然后素素的话，好像戴在这里也会不错。虽然这是公关品，但是我自己也有买过买手的项链给我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质感还不错，就不会掉漆，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他们家最适合购入时机其实是，如果虾皮有免运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情人节啊那种特殊节日的时候，他们家的折扣我觉得都蛮划算，就是真的会蛮有感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握，虾皮免运加上他们家给折扣的时候下单。最后来开箱的就是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Ten 他们家的包裹，好喜欢 Ten 哦。我很喜欢去逛 Ten 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还蛮常会进那种纯素或者是低敏感或者是海洋友善、环境友善的品牌，然后这些小众品牌都是台湾没有的，或是目前还没有代理商，然后他们很常会进那种新的品牌，所以我很喜欢去逛，然后我去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新的品牌，然后好不好用。有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专柜的大品牌的保养品，其实有一些小众的品牌就很好用，而且就是如果可以。而且就是这些品牌，有时候他们的品牌理念是，我觉得是蛮值得被推广，包括环境友善啊、动物友善啊、没有动物实验啊，巴拉巴拉巴拉。哦，我之前跟公关说我很喜欢抗老产品，我觉得我老了。然后他这次也寄来就是跟抗老有关的产品。先讲这一罐好了，这是抗老修护保湿面膜。他说保湿面膜里是有血蘑菇。血蘑菇可以改善暗沉，而且给肌肤补水。然后这2罐的话是保湿的，然后它主张美丽的事物可以很简单，而且有效率，就是你可能只需要2罐，你就可以很高效率的，就是完成你的保养步骤。然后看起来还不错它是法国的牌子叫 Absolution， 蛮期待要来试用看看，如果好用的话会再跟大家说。现在我身上就是换上了刚刚品联名的内搭，然后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们过年前也有买的毛梗包裹，另外一件背心。这件背心其实不是过年前的新款，应该是他们去年12月的款式了，也算是今年秋冬的新款啦。对，然后我一开始上线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很注意到这件，但是我实在是看到泰国毛梗女孩还有大蛮大力他们穿这件都太好看了。我最被烧到就是穿这件背心，夹在当中间层，然后里面可能搭一个像这种色调咖啡色调的，然后外面再搭一件咖啡色调的咖啡色，就是有不同咖啡色的 layering 的感觉，感觉就是非常的有层次，但是又那个色调是很单一的，single tone 的穿搭就是特别的迷人，大概是这样。然后这件的话，我本来想要买灰黑色的。给大家看后面，灰黑色的话，它后面的2条线会是白线。那这一件的话，它后面的2条线是比较淡的灰色。我好像比较喜欢像这样，就是2条白线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好像我比较喜欢。然后这件到手的话，我觉得比想象中的还要灰调一点，但是非常的好搭。我在过年期间已经穿了无数次，我记得我有搭一套是跟蓝色搭配的。意外也很合适，所以这件我非常的喜欢。然后裙子的话，我还没有烫，但是这件是，看到吗？是刚刚拆的毛孔那件裙子。腰的话，因为我本人是属于 B 型身材，所以腰比较大。我觉得如果你是腰很细的人，这件可能要注意一下。不过它是有抽绳的，所以我相信就是适合各种腰型。品评这件上衣啊，我超满意的第一个是它这个不会，大家知道有一些这种立领的，它都会这样系在这边，就会不太好看。但它就是站得还不错，所以我搭项链的时候不会把项链遮住。有一些会掉下，衣服布料会掉下来，就会把项链遮住，就觉得没有那么好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袖长是，你看像这样有点可爱，有点长的，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的里面是有穿，就是婷婷她联名的这个袜子，它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不透肤，对。然后就是搭起来的话，就是这样微微的有那个纹路感而已，并没有到非常的纹路没有肤色没有到很明显，纹路也没有到很明显。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开叉的，就是你如果不小心露出来，不想要露到腿的话，冬天好像蛮适合。然后保暖度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像我现在在室内，这样子穿，其实也是会觉得脚有点热热的感觉。虽然它也不是什么发热袜，所以不要把它当发热袜在穿，但是我觉得它好像也没有像透肤袜那样子来的凉凉的那种感觉。我后来就是发现啊，好像我的头型不适合把第一个扣子扣起来，要把它打开。主要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大头的人，没错，所以呢，就是我可能需要的就是把这个这样子，然后，这好保暖哦，我觉得很赞加上我刚刚的咖啡色好像是比较偏紫咖色，所以带这种灰色起来就会觉得好像很违和。如果你出门啊比较讨厌又有戴帽子又有戴围巾，太多东西，然后你的手就会觉得身上有点多东西，如果要脱掉的话也很麻烦，你就可以考虑这个，我觉得很赞因为我这样才围了不到10分钟，我已经开始觉得有点热了，我是很怕冷的人。然后再把这个标露出来，就很像穿帽 T， 然后戴那个帽子的感觉，还蛮可爱，然后又很保暖，这个我很满意哦。只是我相信大家一开始收到这个都会不知道怎么戴。我来戴戴看墨镜好了，我看网络上有很多人就是都会戴这个拉克兰帽，拉克什么帽的，然后戴墨镜。I'm not sure, but let's give it a try. 虽然我觉得看不懂的人一定都看不懂，但看得懂的人就是看得懂。我觉得蛮好看的，喜欢，而且很保暖。我觉得这个我会很常戴，没错，就很像，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帽 T 的帽子的感觉，只是额外加上去，就直接帮你的穿着搭了一个额外的东西。I love it。刚在我自己的更衣室稍微小小的试了一下之后，就决定要继续录给大家看，因为我本来想说，万一很容易失败的话，我就之后再拍照给大家看，或者是不推荐就跟大家说不推荐。但是呢，我刚刚发现这样搭好可爱呀！这个就是我买这顶帽子来就是想要的效果。我就是希望这两个颜色可以交替的，让我的穿搭更有层次一点。如果你很冷戴帽子就会长这样。你就会有2个颜色。对，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就是如果你穿大学 T 的话，然后再搭这个，感觉就有一种你穿了2件的感觉。但是因为你真的穿2件的话，那个会很怕。这单纯就是一个层次感，好像还不错。里面我又搭了萍萍联名的这个透肤的，它这个也是做就是手袖稍微长一点，所以会，如果你当内搭的话，它是会露出来，其实蛮可爱，就这整套都是绿绿的那种感觉。我把这个拆下来。其实如果天气没有那么冷的话，也可以搭一件大学 T， 然后里面露出这个，应该也蛮可爱的，就是有一点点不同风格的感觉，而且还是几何的，不是那种太华丽的感觉。但是这件呢，我刚刚也有搭毛梗的那一件织筒裙，也很好看，就有一种高级感。可能改天再搭给大家看。以上就是我这个1月随便乱买的一些东西。如果大家喜欢像这样的 fashion haul 影片的话，记
记得一定要留言跟我说。然后如果你对上面我提到的产品有哪一样你特别好奇它的心得，或者是你有买哪一些东西想跟我分享的，都非常欢迎留言跟我说，就是我烧你，你烧我嘛。那如果你有想要特别知道的心得，我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可能会在以后的影片或者在留言区回复你们。那就是